没想到你竟是这般无耻！你用的功法类似于乱神诀，特地勾起我心中杀念。虽然你拼命的克制，但是我只看了一眼便知道，你身上充满了血腥气。你不是个剑客，你这些年做的应该是杀人的勾当。剑到风云处，笑看云起时。你仗着众人无法看清，竟然是鬼道行径。你一路东行，藏剑不动，便是在养一股剑气。当你的杀气盖过剑气，剑势尽泄，就不负方才之勇了。小人，道是你父亲寻找的东西，而我只求胜，只有胜者才有资格论道。道，确实是我父亲时常念叨的字。剑道，父亲，何为剑道？爹爹参悟许久，也无法明白其中含义。但爹爹认为，所谓道，便是一个拔剑的理由。原来有些道是要在将死那一刻才能悟出来的。一生中的最强一剑，或许只有出一次的机会。可惜，无法再保护你了。我方才说过，无双城的人没有资格提起我父亲的名字，尤其是你，什么流水星云，破；什么宗师气象，破；什么天下无双，皆可破。此刻你杀得越凶，你便输得越快。你败了。你想要我用杀人术，可我偏不用。今日我便用剑胜过你。他本就应该败了，只是这一败晚了10几年罢了。若是当初败了，他还有机会东山再起。可今日败了，他便是真的败了。来了，老城主最强的一剑，成剑上九天，龙吟落黄泉。应是你落黄泉。结束了。
纯粹的剑气。师傅，这剑匣怎么自己还会动？方才并不是剑匣自己动的，是你自己在不经意间催动了无双剑匣。这2天，我只是教了小无双一些基础的内功心法。方才那玉如意是否改变了下方的战局？使剑！我现在杀气已退，剑势不在，你若此刻对我出剑，我必败无疑。我知道，可我绝不会趁人之危，只希望公子能留我师父一命。留你师父一命？可你师父当年杀尽我无间城所有人的时候，可曾想过留他们一命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师父当年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可原谅。可是我作为他的徒弟，又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师父在我面前被杀死呢？希望公子可以理解。而且我师父此刻已筋脉尽断，现在未死，也全凭身上那口真气吊着，可他也活不了几日了。周公子，为何要出那最后一剑呢？一名剑客的死，并非肉体上的生死，而是剑心的存亡。刘云起的剑心已被我击溃，此生再也无法握剑。他已经死了。是。多谢周公子。其实我们见过。是的，当年共于魔教之时，我曾见过公子的剑法。可既然公子以卓越安之名前来，那你便是卓越安。我很欣赏你，你和你师父很不一样。你的剑法中没有太多力气，只是承载的过于重，无法让剑随本心，所以始终无法达到自己的最强境界。很多人都这样说过。既然长老们将无双城交付于我，我便不得不把无双城的荣辱都放在我这柄剑上。天下无双。听闻昔日曾有白羽剑仙救弟子于天启城的法场之上，离去之时，一剑斩落了上方的牌匾。那么今日，我若一剑将这4个字斩断，无剑城之名，定能重新名扬于江湖之上。公子，请不要妄动。7日之后，你我一战，若你败了，我便将其斩断。好，7日之后，无双城后山剑炉旁，我愿意看一看公子的剑。好。师父，颜回，你醒了。你是不是会怪我？明明你想做一个行走天下的侠客，我却一定要把你框在这无双城中，背上这一城荣辱。师父，你觉得无双城是不是天下第一？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可你是不一样的呀，颜回。从我见到你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你是可以改变这一切的人。你不比他们任何一个人差，你是天生便为剑所生的人。可我时常后悔，是不是我给了你太多的压力，让你无法跟他们一般自在？剑心之上便没有他们纯粹，你不该跟他约战。师父，师父。
你不该跟他约战，明白吗？师父，你不必太过激动。你别忘了，徒儿还有一招绝技尚未施出。你是说枯荣剑法？你糊涂啊！那你也会死。会死，但不会输。以我之死，成全无双城的气节，是我这个城主应该有的职责。你那徒弟能开启无双剑匣，是不是可以让他？师父，无双年纪尚轻啊，做师父的总应该走在徒儿前呢。你也是这么对我的，而且我不希望无双再经历我走过的老路，我希望他有自己的选择。至于无双城的未来，就交给他们年轻那一代吧。好，很好，便依你的吧。我这一生做的都是些错事，希望你们不要再走我的老路。下骨汤饼，下骨汤饼啊！哟，客官，尝尝咱们家的大骨汤饼，只要1个铜板。不必了，多谢。哎呀，好吧。哎呀，入夜了，反而更热闹。哎呦，那是自然的。我们的主城啊，可是无双城。这初代城主曾助天武帝开国，被许了极大的独立权，连带四怀城啊都不曾设宵禁。这晚上啊，自然是热闹的。哟，这位大侠，你也是来观战的吧？哎，有没有找到落脚处啊？哦，这不远处啊，就是我家，只要3个铜板1碗。啊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哎，这怎么了？这什么情况？这位兄台，发生何事了？无双城派出了上百名执剑人寻找追安的下落，逢人便杀，快跑吧！执剑人。哼，倒是来巧了。只是明日的对决，怕是看不上了。他们应当并没有真的来找我。宋颜回既然答应与我一战，那他就不会食言。若这些人大张旗鼓，还刻意制造杀戮，想必是为了抹黑宋颜回。看来是无双城内部出现了叛徒，他们想借这次事件夺走宋颜回的城主之位。你可是卓远？正是。哼哼，此人应当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居然真的追到了卓远。你怎么来了？本来是来看热闹的，但是现在，怕是要成为这热闹了。撤！是明天自己个看对决，还是今天晚上先找到苏沐雨啊？不急，找个客栈住下，明日直接去观战。哦哟，这是想给苏沐雨一个惊喜啊！老天！
什么味道？啷子了？停下来，我们要下车。这距离客栈还有一段路程，现在下来干什么呀？老爹，借个火。好嘞。这是有故人离世，来这儿烧香的。难得看你这么严肃，这石怀城有什么问题啊？若是真有问题，那问题就太大了。来这四怀城的人啊，这行为总是令人难以理解。看在你们出手大方的份上，咱们呀就多在这儿等会儿吧。服下这枚药丸，然后驾马车立刻离开这里。你我一路同行，便是缘分。我不忍心让你丧命于此。你若是出不了城，便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相信他讲的，听话就可以不死。是。救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这座城被人给下了毒。下毒？给一座城，什么毒有这么大的威力？是花尽散。此毒的毒性虽不大，但若长久待在被下了花尽散的空气中，若是普通人，则会昏迷晕厥；而习武之人却会内力暂时变得与废人无异。这花尽散传播虽广，但想要毒掉一整座城，也需筹备多年。我们方才进城之时，我还没有嗅到花尽散的味道，如今车过半城，却到处都是这味道了。看来筹备多年，只等这一日。四怀城要变天了。错了，无双城仅有锻造匠营和门派弟子居住，大多数的生活起居都在四怀城。要想拿捏无双城，就要先拿捏四怀城，所以是无双城要变天了。老爹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快速找到苏沐雨？放心，这城中还有暗河之人，莫不是？你不是说只来了你一人吗？我说暗河中只来了我一人，但是南安城里我就不知道了。找出无人之地，与他们会合。吃了这个就没得事了？只是会暂时缓解罢了。这花尽散的味道越来越浓，我们需要找到一处地方，让我布下不留地之阵，好隔绝这花尽散之毒。好嘞，走。下毒？什么人？今日怎么这么安静？这很奇怪吗？四怀城从来没有宵禁一说，
这里是附近有名的不夜城。哦，那真是有趣了。明明最近应该涌入了更多的江湖人才对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别去。先生。花剑伞。先生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有心思看书啊？我要寻到法门，破这花剑伞之阵啊！现在看书是不是晚了点儿？不晚不晚，待着方寸竹燃尽之时，才是真正的晚了。雕虫小技，也想害我？你说这里发生的一切是顺势而为，还是有人早有布局啊？当初在万卷楼里拿的那些纸，被人调过包，但内容却是真的。所以我来此，是有人希望发生的事情。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被利用？既然内容是真的，那这就是我必做之事。至于有人想利用我，那就必须要承受一些代价。也对，而且黑暗之中有那么多人看着我们，也让人心烦。那就借此机会看看，是何方神圣吧。神医，你的宝贝你已经带来了，多谢。那是啊，想到你铁定会要用到它，就算不是要打架，也可以遮遮雨啊。那这个就先给神医，拿着防身。好。周公子，最近你这个名气蛮大哦。哼，我以为来看热闹的就我一个人呢。命都要不保了，还看什么热闹？还好我这次出门前眼皮一直跳，一直跳，就多做了几手准备。不过是来了几个小鬼罢了，我们什么阵仗没见过？这区区无双城的内乱，堂堂暗河大家长竟也如此轻敌，你仔细闻一闻，有什么不对的？有股淡淡的花香味。这个季节，四怀城中开什么花？这四怀城又不是雪月城，哪有那么多风花雪月的？花香，我这一路上啊，酒香肉香倒是不少。是毒。确实是毒，不过现在还不明显吧？等到一会儿花香浓郁，如坠百花丛中之时，就是你们任人宰割的良辰吉时了。这个是文家的嫡系门营，才能饲养的绝顶五毒。去吧。听讲比那个五毒门的五毒还要厉害。我见过文护九的五毒，他那个武功啊，还是2个脑袋。
大家长。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。做噩梦是正常的事，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上河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。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？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这，宇哥。
老师，你口中的老师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轼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，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。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，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？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沐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地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亏。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，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3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昌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，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，死之前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2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3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
沐雨，道阻且长，行则将之。驾！先中毒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。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，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地质摄效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哎呀，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。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等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龙须真，你是唐门的人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，
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他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。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接！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秀堂冠绝榜上数一数二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你是暗河木家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以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，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可曾记得昔日也差点做这灯的童子。穆家穆英真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是奉家族之命救出大家长。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啊。素闻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乃是18剑阵，可看你现在这个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你那18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当年
年本该是你去的，可苏昌河代替你做了这点灯的少爷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他们应当都要死掉，可他却被你救了。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实在没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纸伞鬼，从尸体遍地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影首领魁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舍不得对孩子下手。你的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，是吗？不可能！我明明挡上了那一剑。这世间我想杀死的人不多，但可惜。你便是其中之一。别怕，先找个地方和你的同伴们躲起来。这场纷争怕是要持续很久。看来天启城的守护使也不是那么难对付。我们唐门并不怕雷家堡，所以我也不怕你的霹雳子。你再动，我便只能杀了你。听说玄武使的指尖刃上沾过一位王爷的血，怎么现在杀起人来，却这般犹犹豫豫的？我不想杀人，即便你是暗河的。哦，我还以为是玄武使怜香惜玉，舍不得动手呢。傻瓜。早就听说暗河穆家精通各种鬼术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九江琵琶亭，唐门唐连月，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我对玄武使也是敬仰已久。方才我便不该对你留情，中了你的媚术。媚术？什么媚术？你既知道我在九江琵琶亭内以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那么你知不知道这3道暗器是哪3道？坊间倒是有传说，3道暗器都是你自创的。
至于是哪3道，还未曾听过。不必听过，你马上就要见到。别乱动，再动，我的那些蜘蛛就要将你吐成一个冰人了。再搭上一些幽冥珠，保证你被炸得尸骨无存。那便试试。这便是当年那3道暗器中的第1道——千道精明。说给员外那位听的话我已经说完了。苏沐雨，我们该执行自己的计划了吧？长河，我无法背叛大家长。愚蠢！这次3家铁了心要谋你，我会为你铺好路。你只需要做好握住绵龙剑的准备。你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啊？你永远都是这么天真。大家长与我2人皆有恩情。恩情？他们培养我们是为了替他们去杀人，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这可笑的东西。只有你真的把安河当成了自己的家。而我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。对于我而言，这里只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罢了。他给我们庇护，我们为他杀人。所谓的家人，不过是虚伪的说辞。苏沐雨，哲叔就在外面，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你还能活下去吗？若哲叔与你联手，我自然不是对手。但凡事总要一试。你要是说得通，你就不是苏沐雨。我真傻，和你白费这么多口舌。慕白，在里面偷听的可还痛快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因为那个让你来此候着的消息，就是我给你的。哼，咱们都是同族，就该互通有无。谁跟你是同族？苏长河，你给我等着！长河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大家长这次一定会死，我也一定要拿到那龙剑。所以，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年的约定吧。苏沐雨，你去做安河的魁，以后成为大家长，统帅3家，把我留在苏家，继承苏家家主之位。这马车真有意思啊！如此之大，却能行驶平稳；如此之重，却能日行100里。这是搬家搬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不有意思吗？做好这架马车10日以后，他便死了，生病死的。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不会得病死了吧？神医多虑了，你可是神医呀！
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，涌入天启。长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。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，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都快死了！17号，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哀怨的情绪，不舍的挣扎，漫漫长夜中寻你挣扎痛的憋气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私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哪里？如同宿命随波往，点缀着谁等趟破黑暗的河。我也在。一双唯一天光心尽颜色，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寻着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，也没什么问题。鬼窟院的试验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唤我们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哪里会有彼岸憧憬一双唯一电光倾尽颜色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、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、63号。